明华，你不要命了！妹妹，苏安国跑了，我没地方去了，求你了，能不能带姐姐回家？我乖乖的，绝不给你添半点麻烦，行不行？行了，别在路中间站着了，上来吧。哎，好。凭什么？凭什么当初我嫁给村长儿子守活寡，你嫁个穷知青却成了阔太太？姐，是你自己选的。你说村长家隔三差五能吃肉，知青连饭都吃不饱。肉，为了那口肉，苏安国结婚当天就跑了，我要守活寡，还要被爹打出门。苏之华，你现在的车，你的名声，原本都该是我的。苏明华，你疯了，放手！既然我回不了家，你也别想好过，一起死吧！我不嫁，村长儿子谁爱嫁谁嫁，反正我不嫁，我要嫁给知青大队的宋明谦。他也重生了。这一次，我不靠任何人，我要往死里学，自己烤出这大山。村长的聘礼都收了，牛牵回来了，粮食也进缸了，现在你说不嫁了，让我这老脸往哪儿搁？我不嫁，打死我也不嫁苏安国，我就要嫁给宋明谦。哎呦，我的心肝啊，这地上多凉啊，也不怕冻坏了自个儿。你这孩子有话好好说嘛。妈，苏家村谁不知道村长家好，一个月能吃好几次肉，还有鸡蛋吃。让妹妹嫁过去，她命苦，正好去享享福。我就要宋明谦，我就要那个读书人。芝华，你听见了？老苏，明华说的也有道理。当初村长家来提亲，只说是要娶咱家的姑娘，也没点名道姓，非要明华不可。小妹嫁过去也是咱苏家的女儿，聘礼咱照样收，村长那头也没话说。哎呦，苏家这回发了，村长家送来的那头大水牛真壮夫，这苏家姑娘嫁过去不得天天炖肉吃啊！志华，都听爹娘的。这就对了，芝华，你去把那几斤粮食搬进仓，别在这儿站着。姐姐，你以为抢走的是通往城里的富贵路，可惜你不知道，宋明熙那个火坑，这辈子你自己慢慢跳吧。还有100天，我得抓紧时间了。去年冬天说恢复高考，一个个跟疯了似的，结果呢，咱大队一个没考上，白瞎了那些粮食。可不是，那时候太仓促了。我看这回夏季高考悬，听说是正式的狠题更难了。去年那是试水，今年才是真章。知青考不上是因为他们心不在这儿，而我必须考上。上面号召咱们要留住人才，让知青扎根农村。明华，宋知青是城里来的文化人，你多跟他接触接触。扎根农村，那就是一辈子下地干活。看他那弱不禁风的样子，跟着他不得饿死？不去。志华，那你去吧。妹妹，你看我多疼你。村长家条件多好啊，天天有肉吃。像宋明谦那种穷知青，住的屋子都漏雨，我可舍不得你受那个苦，这才把村长家的好日子让给你。姐姐说的是。别磨蹭了，夜长梦多。我今晚就去知青大队找队长，把明华和宋知青的事儿定死。3天后，那是大吉的日子，两家一起办。明华啊，宋知青家里穷，妈没别的给你，这口箱子你带走，那是你外祖传下来的宝贝，别让人看扁了。上辈子我嫁给宋明勋的时候，妈说这箱子沉，不方便带到知青点，转头她就把箱子给了嫁到村长家的苏明华。原来偏心这种事，从来一世也不会改变。宋知青，你这活计干的连个娘们都不如。为了让他安心读书，我把他的那份活也揽了下来。志华，你这肩膀再磨下去就烂透了，歇2天吧。不碍事儿，医生，明强得复习，我不挣工分，他哪来的粮？志华，知青点的粮只有糙米和菜叶子，我挣命似的挣工分换回来的肉和蛋，全都进了他的肚子。学校宿舍离图书馆近，为了考研，以后我1个月回来一次，你好好照顾爸妈。既然进了城，就别拿农村那套懒样出来。家里地擦了没？饭做了没？别以为吃白饭是理所应当的。他把我扔在那个冰冷的家里，公婆看不起我是村里来的，我就像个不给工钱的保姆。只有我拿到做临时工挣来的钱，交到婆婆手里，他们才会施舍给我几分好脸色。可当我买了宋明仙最爱吃的芝麻饼去见他，却看见他和一个女生手牵手在操场谈天说地。
那个女生我见过，在她的书里一直夹着她的照片。明谦，别理那些乡下丫头，待会儿多喝几杯。姐姐，你的好日子在后头呢。芝华，今天是你姐大喜的日子，你进去陪她多说说话。这破屋子还没我卧室大，不过没关系，我马上就是城里人了，以后吃香的喝辣的，住大房子。姐，姐夫要回城了吗？我也没听说知青能回去的政策呀。你懂什么？马上就要恢复高考了，明谦这么聪明，他考上大学就能马上带我走。原来是这样，好羡慕啊，姐姐。宋明谦这次真能考上吗？姐姐，即便考上了，那是你的福报还是你的噩梦？这苏家老二真是命好，村长家这礼数全村头一份啊！可不是，听说这些东西全是村长提前备好送去，又让女方家抬出来的，这是给苏家挣足了面子。吃好喝好，每家每户都有红鸡蛋，去领，别客气。老苏啊，你这亲家真是没得说，这酒席规格，咱苏家村几年没见了。现在你们真是个好事。那是，我苏家的女儿嫁就要嫁得风光。他跟宋明谦完全不一样的风格，这一拳下来，不会打死我吧？安国哥，新娘子这么漂亮，亲一个呗！就是，别光喝酒啊，哥你这福气，哥几个眼馋着呢。那什么，咱去外边喝酒，安国哥你们忙，你们忙。我想离开苏家村，去外面做生意，你愿意跟我吗？外面的天已经变了，窝在村里种地，一辈子只能从地里刨食。我想出去。出去闯荡，你那是去搞投机倒把，是犯罪。安国，你是咱们家的独苗，咱家条件这么好，你就安安稳稳种地不好吗？妈，种地没出路，只要我还没死，你就别想跨出苏家村一步。你要是敢走，我就当没你这个儿子。不去。开玩笑，村长家天天有大肥肉吃，公婆又把我当宝贝，这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还没过够呢，谁要跟着你去外面风餐露宿？等等，我支持你去做生意，但是我想留在村里好好学习，参加高考，所以现在我不能跟你一起走。安国哥，等我考上大学，一定去城里跟你会合。好，我去外面给你挣学费。家里的钱和票都在这罐子里，粮票、肉票都给你留下了，这是托人要来的教材，你在家安心读书，记得给我写信。知道了，快走吧，再不走被爸妈发现就糟了。爸妈，安国他翻窗户走了，我拦不住他，他留了封信说要去外面闯荡。这个逆子刚结婚就往外跑，这是要气死我！好闺女，快别哭了，是那混小子没福气，放着这么好的媳妇儿不守着，是我们苏家对不起你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多吃点儿，听说你要参加高考，这可是费脑子的活儿。安国不在，妈把你当亲闺女疼，看谁敢说闲话。芝华，歇会儿。这是妈存下的麦乳精，听说城里学生娃考大学都喝这个，补身体，快趁热喝了。麦乳精，就这么小小一罐要40元，我家全家拼死拼活干1年，也就挣个50元。苏明华，你上辈子想破头也要抢的福气，这辈子我受得稳稳当当。往哪儿跑呢？今天不去田里。爸，现在都上工了，我不去割草任务完不成。割什么草？去大队仓库报到，那儿缺个管农具的。早上一人领一把，要把姓名和编号记在这账本上。晚上干完活，得盯着他们还回来，脏了的得刷，坏了的报损，懂了吗？懂了，大爷。芝华，
这仓库管理员的活儿，全大队多少人盯着，是实打实的香包包。听说村长为了让你拿这岗，偷偷给队里送了2条丰收牌原烟，才帮你把名额要下来的。虽然安国哥丢下你跑了，但你公婆是真疼你。志华，你千万别想不开。志华，你别嫌我话多，这村里屁大点事儿，刚从村头放个屁，村委都能闻见味儿。你这刚结婚苏安国就跑了的事儿，大家嘴里都没好话，你可得撑住了。谢了玉儿，他们爱说就说去吧，这活儿清静，我挺满意的。苏之华，别白费劲儿了，初中毕业就是你的上限。你即便拿了这张纸，骨子里也还是那个没文化的村妇。你跟我从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你除了会洗衣服、割麦子，懂什么叫文学，懂什么叫灵魂。宋明谦，上辈子我为了让你安心读书，把所有的活儿都揽在自己身上。我以为只要我够努力，就能追上你的脚步。原来不喜欢就是不喜欢，学再多，在你眼里也不过是个识字的文盲。这辈子我不再为了讨好谁。这大学是我苏之华自己要上的，现在没了我帮你挣工分，帮你干重活，我倒要看看你干完这一整天的农活，晚上还有没有力气翻开那本你引以为傲的书。快点快点！苏管事的，拿2把镰刀，得快点，队长催着呢。凭什么我没手套？苏之华，你怎么会在里面？上辈子就是他占着仓管美差，天天摸鱼偷懒，把活扔给旁人，气得村长屡次发火。苏之华，给我拿2双手套，要新的，那种加厚的。没了，你来晚了。没了，后面架子上不是挂着吗？你故意的是不是？人家别人6点就来排队领工具。姐，你看看现在几点了？9点，加厚的手套全分完了，现在只有豁口的旧镰刀，你要不要？这明华成亲了就是不一样，日上3竿才来出工，还想要新东西。你个白眼狼！要不是我大度把这亲事让给你，你能坐在这么阴凉的地方看书？你能穿上这身新衣服？你这好日子全是我给的，你在这跟我装什么蒜？姐，是你自己哭天抢地非要嫁给宋明前的，这几天过得后悔了吗？后悔？我呸！我跟你这种势利的懒女人才不一样，你就是看中村长家有钱，宁愿守一辈子活寡也要舔着脸贴上去。我们家明谦那是聪明人，是有文化的高才，只要高考一恢复，他考上大学，我就是城里人的太太，住洋房坐汽车，我这叫投资。你这种眼皮子浅的村姑懂什么？苏家大妹子说得好，有骨气。咱们农村人做媳妇儿就得像明华这样踏实肯干，不能跟某些嫌贫爱富的一样，男人不在家就躲在阴凉地里偷懒，简直丢尽了咱女人的脸。瞧瞧，这才是咱苏家村的好后生。明华这闺女打小我就看好，不贪图安逸，真心实意跟着知识分子吃苦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有觉悟。可不是，比某些躲在阴凉地里享清福的人强多了。明华真是咱大队的榜样，踏实肯干，一点也不娇气。大家伙说的对，只要为了明谦，为了将来，这点苦算什么？姐，你可真厉害，我就知道你跟别人不一样。这大队里谁不知道你手脚最麻利？既然你是大家的榜样，那肯定是用不着手套这种累赘东西的。没手套割得更利索，姐你一定能割得又快又好，对吧？走走走，明华，别理他，咱有这骨气，谁稀罕戴那破手套？娇里酥气的，那不是咱劳动妇女的做派。不要手套割得更快，走，大娘今儿个手把手教你，保准让你成为咱大队的头等劳模。这种榜样，你可千万要当到底。明华，使劲啊！榜样可不能掉队。听说了吗？苏明华今天为了当那个榜样，硬是没戴手套。听说了吗？昨晚苏安国跑了，根本不是去闯荡，是看不上这新媳妇儿，换谁不跑，刚进门就把男人逼走，我看就是被甩了。哎呦，有些人啊，前几天还以为自己山鸡变凤凰了，这还没飞过村头呢，就被人家一脚给踹下来喽。可不是嘛，这鸡呀，终究是鸡，别人根本不要，连自己男人都搂不住，真丢人。成天穿得干净利落给谁看？我看呐，是男人跑了，心思活泛了，想着去勾引谁家爷子呢吧？嘴碎的跟八婆一样，没活干了是不是？芝华，你听听他们说的那些话，简直没法听。别气坏了自己，我不放在心上就是了。给尝尝，我婆婆亲手包的香菇猪肉馅儿，这太贵重了，吃吧，跟我还客气。生气什么？好吧，等我考上大学离开这儿，你们依旧只能在烂泥里嚼舌根。
刚嫁给村长家那霸王吗？怎么又找上门了？之前我经常给宋明清送东西，大家都以为我们会结婚。都攀上高枝当上阔太太了，就别再往这穷坑里扎了，免得脏了你的新鞋。苏之华，原来我以为你跟那些只知道公分口粮的乡野村妇不一样，是有几分灵气的，没想到终究还是目光短浅，见了钱就走不动路。看来苏明华这几天没少给他洗脑，把自己塑造成那个甘愿陪他吃苦的痴情种，而我成了抢着嫁给富贵人家的白眼狼。之华啊，来找你姐，她这会儿下工，估计在老乡家做饭呢，没在宿舍。叶队长，我不找他，我是来找你问题的。问我问题？你是想问招工还是？这道关于远交定律的应用题，我换算到第3步的时候，逻辑总是对不上。还有这一处，如果已知条件改变了，公式还能直接套用吗？你这几个步骤你都是自个儿推算出来的？我想考夏季高考，但这几道题怎么也转不过弯，只能来麻烦您。难得，真是难得。这村里除了知青，总算有女同志想正儿八经学习了。来，你坐。这2处逻辑其实是这样衔接的。之华，这些笔记和教材你拿回去抄。还有，这是我凭记忆记下的上次高考真题，外面很难买到。叶队长，我记住了。之华，好好学，外面的世界真的比苏家村这几亩地要大得多。之华，这太贵重了，你自己留着吃。叶队长，没您的指导，我就是闭门坐车，这是谢师礼。哟，苏之华，你还要不要脸啊？自家男人跑了，你就天天往这男人堆里扎。姐，每天晚上知青们都是在一起学习，也有女知青在场，我来找他们请教题目，有什么问题？请教题目？苏之华，你装给谁看呢？你那点墨水能学出什么名堂？之华，家里没钱了，让你姐去读高中，你留家里挣工分。你连高中都没读过，还想去高考，简直是做春秋大梦。我这个正儿八经读过高中的都没考，你凭什么？我能不能考，不是你说了算的。装什么？我看你就是假正经。苏明华，你干什么？还给我！你们在这儿干什么？明前，我不来这一趟，怎么知道你天天和这个小贱人混在一起？看你们的定情信物。叶队长，对不起，姐姐说我来请教问题是不知检点，都是我不好，坏了大家的清静，以后我再也不来了。苏明华，你简直不可理喻！哎呀，还真是你啊！听说了吗？苏家那老二借着读书的名头勾搭自己亲姐夫，闹得知青点鸡犬不宁。之华，外面那些话传得太难听，咱苏家是要脸面的，那知青点儿，你以后还是别去了。好闺女，妈知道你好学，但人言可畏呀。爸妈，我都听你们的，不去给家里添麻烦了。之华，你姐那个人真是疯了。叶队长把那天的事都跟我们说了，我们知道你有多不容易，在这村里想读点书比登天还难。以后我们轮流过来，你有啥不懂的尽管问。谢谢你们，真的谢谢。苏明华，你以为流言能困死我？你只会让大家更怜悯我，更看清你。之华，这是叶队长熬夜赶出来的，他怕引人闲话，特意做了2份笔记，一份给知青点，一份是给你的。替我谢谢叶队长。还有30天就高考了，叶队长说这是最紧要的关头，别被外面的碎嘴子给毁了。外面的世界快了，我马上就能亲眼去看看了。爸妈平时没事儿绝不会喊我，今天突然叫我回来吃饭，院里却连点炊烟都看不见。爸妈，桃酥给你们放在这儿了。你还知道回来？你眼里还有我这个爸？这不孝女，给老子跪下！爸，我干什么了？之华，快给你爸认个错，跪下好好说，别犟了。妹妹，你干了什么自己心里没数，咱苏家的脸都让你在知青点丢尽了。爸这是在教你规矩，省得你以后做出更不要脸的事儿。你听听，你姐为了给你遮丑，在宋知青面前哭成什么样了？你倒好，趁着女婿不在家，天天往那男人堆里扎，去勾引别人。现在全村都传你是破鞋，让你跪你就跪，反了你了。我为了高考去请教问题，清清白白。如果非要说丢脸，那是造谣诬陷的人丢脸。爸，我没错，这膝盖
我弯不了。你让我这老脸都没地儿搁了。自己男人不在家，你成天往知青宿舍钻，那是正经女人干的事吗？你姐好心好意去提醒你注意名声，你倒好，反手就挑拨他们2个口子吵架。现在整个苏家村的人看见我就笑，笑我苏老头养出个勾引亲姐夫的败类。爸，您别气坏了身子。芝华现在心大了，在村长家吃得好穿得好，哪里还看得上咱们这穷家？怕是早就忘了自己姓什么了。嫁过去让你吃香喝辣，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？竟然还敢去勾引宋知青，你这不要脸的东西！这发到你撩脸怎么回事？勾引，吃香喝辣。爸，您是不是记性不太好？芝华，快给你爸认个错。当初没人来说亲，你们满心思都是村长家那头大水牛和几十斤粮食，是姐姐苏明华哭着闹着不肯嫁，您舍不得那份聘礼，才逼着我代替她嫁过去的。那时候您怎么不说怕丢脸？现在倒成了我占了天大的便宜了。你个孽障！你个孽障！爸，这门亲事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天在看，地在看，您心里最清楚。少跟老子翻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旧账。不管当初是怎么嫁过去的，事实就是你现在在村长家吃香喝辣，掉进蜜罐里了。你看看你姐姐过的是什么日子，你眼里还有没有家人？自己天天穿新衣服，怎么没见你给你姐送2件回来？就是宁愿把大饼肉包子拿去贴补那些臭老九，也没见你拎块肉回来让你爸妈尝尝鲜。我看你真是被村长家惯得没边了，良心都被狗吃了。这就是我的亲生父母，上辈子我当牛做马供养宋明谦时，他们怕我回来要粮，这辈子我过得好了，他们恨不得连我的皮都扒下来贴给苏明华。哎呦，爸妈，你们快闻闻，小妹现在真是神气的不得了，身上这香气，怕是擦了城里才有的雪花膏吧？这种金贵东西，我这个当姐姐的连见都没见过呢。雪花膏？哪来的钱买这种妖精东西？拿出来！这是我公婆买给我的。屁！进了苏家的门就是苏家的东西。你说话了我！哎，这个天小短，还你呢？苏家2帮年又是小是不是啊？拿好了，明华，这些金贵东西你就该配得上，别让某些不守妇道的糟践了。谢谢妈，我就知道妈最疼我了。小妹，姐姐这就替你保管了，毕竟你现在名声不好，带着银镯子出去，别人还指不定以为是哪个野汉子送的呢。虽然早就知道妈偏心，但我没想到她能当着外人的面像对待犯人一样搜我的身。哭，丧气死了！不就是几样擦脸的东西吗？你现在是村长家的儿媳妇，什么好东西没见过？这点东西还要跟你姐计较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！别在这丢人现眼，搞得像我们全家欺负你一个。芝华呀，家里也没余粮，你嫁了人就是外姓人，老回来吃，咱家日子还过不过了？小妹，看你那可怜样，喏，给你吃。明华啊，多吃点，看你在知青点都瘦了，待会儿走的时候，妈把那2块腊肉也给你带上，给宋知青补补。上辈子我回趟家都要看你的脸色，怕我多吃一口粮。现在她嫁给宋明谦，天天回来吃香喝辣，你恨不得把家底儿都让她搬走。妈，你是真的疼她，也是真的恨我。你说什么胡话呢？什么上辈子下辈子的？心冷了就再也捂不热了。这个家，这群人，我一刻也不想多待。白眼狼，走了就别回来要东西。哟，芝华，这么急着走干什么？咱们姐还没好好叙叙旧呢。放手，别急呀。我刚才就纳闷了，这年头银子可金贵，你一个农村妇女哪来的闲钱买这种成色的镯子？芝华，你老实跟姐说，这镯子到底是谁送的？不关你的事儿。总不会是你的新婚当天就翻窗跑了的丈夫送的吧？全村谁不知道苏国安看不上你，那是躲你躲到外省去了，这辈子怕是再也不回来了。你说是不是你在外面勾搭了哪个野汉子？你那个姘头送的？你胡说八道！苏明华，你抢走了我的婚姻，抢走了我的镯子，现在还往我身上泼脏水，是你自己抢着要嫁给宋明谦吃苦，现在看着我过得好，你就心里不平衡了？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，恶心！明华，算了吧，大家都少说2句。算了，我这是为了苏家的名声，鬼才信你！清白人家的媳妇儿能擦雪花膏，不过我也能理解你，毕竟一个女人守着那4堵墙，丈夫又跑了，深更半夜的寂寞难耐嘛，找个人排解排解，送点银子镯子也是常理。瞧这成色，在咱乡下确实算个稀罕物，但在城里人眼里连块破石头都不如。芝华，你这辈子也就守着这一个破镯子显摆了。等你姐夫考上大学，咱们进了城，这些个金啊银啊，我要多少就有多少。既然明华这么信我，我自然会拼尽全力。你听听你姐的话，再看看你做的那些烟杂事儿。我看明白了，从今天起，你们以后就只有苏明华这一个女儿了。你个孽障，还敢顶嘴！看我不打死你！小芝，别怕，
我回来了。原来人真的是这样，一个人熬着的时候，天大的痛都能忍，可一旦有人心疼，就再也装不下去了。乖，不哭了，我回来了。哟，妹夫，你这大忙人舍得回来了？小妹在家不老实，天天往外跑，你可千万别被她这张脸给骗了。她也不是故意去外面乱搞的，估计就是你不在家寂寞了，你带回去好好教训一顿，她肯定就不敢了。妹夫，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看你手上的东西，那是我送小芝的银镯子，还回来。谁稀罕你这破玩意儿？还你就还你，搞得谁没见过世面似的。虽然你哭起来也很好看，但别哭了，等会儿眼睛该肿得像核桃了。哎呦，你看这事儿闹的，女婿回来了，怎么也不提前打个招呼？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老婆子，快去后屋抓只鸡，咱得给女婿整几个好菜。准备好菜，我看没那个必要。我这人命硬，怕吃了苏家的饭折寿。瞧你这孩子说的，这结婚了就是刚才我在门口听得分明，你们说不认小芝这个女儿了。既然你们都不认她了，那我苏国安自然也不是你们家的女婿。走，跟我回家。断了，这下全断了！你们这两个没见识的婆娘，没事找事儿。还有你，谁让你当众搜身的？谁让你动手的？现在好了，财神爷让你一巴掌扇跑了。我那不是为了帮明华要回东西吗？闭嘴！都怪你们这张嘴乱说。这下好了，苏安国这辈子怕是都不会认咱们这门亲了。凭什么上辈子我没有这些？凭什么？看这个，城里最流行的绢花，还有这红绸带，这是大白兔奶糖，还有这个外国饼干。听商贩说这是高级货。这么多，得花多少钱啊？小芝，我想死你了。苏安国，你疯了！这大白天的，求求你了，就这一次，我想你想的整宿睡不着。推不动你是不是？你走开！苏安国，咱们约法3章，接下来的1个月，我要全身心备战高考，你绝对不能像今天这样打扰我。知道了。苏明华，你盯着宋明谦那个虚伪的才子，而我这一世要考自己的大学，爱最护我的男人。哎呦，安国，这的确挖的料子可不便宜啊！你这在外面是挖到金矿了吧？当初谁说安国是跑了？瞧瞧这气派，这叫衣锦还乡。安国，下次出去能不能带上哥们儿几个？只要肯吃苦，路多的是。那天老苏家闹成那样，咱们都看走眼了。原来安国是去挣大钱了，哪像苏明华说的什么被甩了？可不是嘛！谁能想到亲姐姐能往死里编排自个儿亲妹妹？那苏明华心肠真是黑透了，把咱们全村人当傻子耍呢。人心就是这样。上辈子他们信苏明华，是因为在这个山村里，没人觉得亲姐姐会撒这种弥天大话来毁掉妹妹。可现在苏安国带回来的这些大包小包，就是最响亮的耳光。明华，水开了没有？我要洗笔。凭什么？上辈子我嫁给你，你连头都没回过。凭什么这辈子你一回来就带这么多东西？苏安国，你要是敢跨出这个门，搞什么投机倒把，我就去举报你，让你这辈子都蹲大牢。逆子，你敢走出苏家村一步，我就打断你的腿。但这次苏安沟出去后，经常给家里人写信，寄东西回家报平安。老头子，安沟又寄东西回来了。这小子信里说他在外面跑运输，跟人合伙，稳当的很。他说外面风向变了，做生意不丢人，只要他平平安安的，随他去吧。安国，你这干劲儿也太猛了！志华那份工分你也给包了。他要读书，手嫩，地里的活有我，不能让他分了心。志华，歇会儿，这是刚炖好的老母鸡，妈把腿和翅膀都给你留着呢，快趁热喝。妈，您和爸也吃点。我们吃那干啥？你现在是咱家的状元苗子，费的是脑力，好好学，吃完了碗搁那儿，妈待会儿来收。为了让我安静，公婆把院里的鸡都挪到了后山。明华呀，还是你有眼光。宋知青那是一肚子的文墨，跟咱们这种泥腿子不一样。那是，我家明谦说了，这高考就是为他这种人准备的，不像有些人装模作样看2本书，还真以为能飞出山沟沟。可不是，我看村长家那是钱多烧的，还天天杀鸡，也不怕补得流鼻血。咱们就等着看，等宋知青考上大学，明华就是头一个进城的。明华，我今天实在太累了，
能不能让我歇会儿再看书？歇？苏之华在那边杀鸡吃肉的学，你在这儿想睡觉？你是不是还惦记着他，故意不想考好？你胡说什么？我干了一天活，腰都快断了。我胡说？今天在田里，你是不是又偷偷看他了？宋明谦，我为了你把家里都掏空了，你要是敢动歪心思，我让你这辈子都翻不了身。宋知青，请问现在几点了？看什么看？没见过男人啊！勾引人都勾引到我家门口来了，滚！赶紧滚！疯婆子！苏明华，你能不能给我留点体面？人家只是问个时间。问时间？我看他是醉翁之意不赖天。宋明熙，你老实交代，是不是心里还惦记着苏之华那个小贱人，所以看谁都觉得顺眼？我告诉你，只要我还在一天，你就别想跟任何女人说一个字。安国，你真相信我能考上吗？万一我落榜了，村里人的笑话能把我淹死。不管能不能考上，只要是你想做的，我都支持。考上了，你是大学生；考不上，我苏安国照样养得起你一辈子。苏哥，出事了！那批货在码头被扣了，非得你亲自去签个字不可，晚了就全砸手里了。去吧，生意上的事儿耽误不得。可你后天就要进考场，我不放心。陪我又不能帮我考，我都在这儿住下了，路也认准了，你在这儿反而让我分心。快去。之华，小妹，可算找着你了。天气这么热，姐姐特意给你熬了绿豆汤，一直搁井水里镇着呢。来，喝点绿豆汤消消暑，再进考场，不然中暑了怎么办？哎呀，这姐姐可真贴心啊！是啊，这妹妹可真幸福。特意熬的，这碗色泽，这味道，分明是从旁边摊子上现买的。苏明华，你上辈子连碗刷锅水都舍不得给我，这辈子会这么好心？之华，你可得争气啊！你要是真考上了，咱家祖坟都要冒青烟了。你一定行的，小妹，姐姐就在外面等你的好消息，快趁热不趁凉喝了。谢谢姐，时间到了，我先进学校了。一定要喝完啊！苏明华，你以为一碗加了料的绿豆汤就能毁了我？可惜这些题我上辈子已经做过无数遍了。你没事儿？你没事儿？我能有什么事儿？姐，你那是看什么眼神呢？那绿豆汤你没喝？喝了呀，多亏了姐姐那份汤，我这一场考得特别顺，一切顺利，一点都没觉得不舒服。倒是姐夫好像不太妙啊。明谦，你怎么了？考得怎么样啊？题都答完了吗？姐，我看你还是先送姐夫去卫生所吧。姐姐，你大概没想到，你亲手加了料的绿豆汤，我进场前好心全让给你的好丈夫喝了吧？别怕，考不上咱就回家，有我呢。安国哥，我有信心。志华，苏志华在这儿。志华妹妹，你真考上了，南大是省城最好的南大呀！恭喜你啊，志华，咱们大队唯一的农村大学生。上辈子被你们踩在脚下的泥点子，这辈子终于开出了花。听见没？我媳妇儿是大学生，我媳妇儿考上南大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宋明谦是城里来的高中生，怎么可能考不上？这里头肯定有黑幕，肯定是有人耍了手段，偷了我家明谦的成绩。大伙儿心里都难受，你在这儿嚎什么？苏明华，照你的意思，你家考不上就是黑幕，别人凭本事考上就是耍手段，你当这高考是你们家开的？别吼了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我丢人？宋明谦，你是不是故意考差的？你是不是为了把名额让给苏之华那个贱人？我就知道，你还是忘不了他，你宁愿自毁前程也要护着他。宋明谦，你个负心汉，我跟你拼了！真没见过这种人，自己男人没本事，还往别人身上泼脏水。你这个贱人，你敢打我！咱们走，别被这些疯狗脏了耳朵。苏明华，你抢走了前世的宋太太，这辈子你也该尝尝这求而不得、互相折磨的滋味了。带个顶级保镖，免得待会儿这对疯狗急了眼误伤我。姐夫，别跟姐姐置气了。其实那天考试，
姐姐对你可真是掏心掏肺的好。那天你进场前，姐姐不是给我送了碗绿豆汤吗？我看你渴得厉害，几口就喝光了，就赶紧把我手里那份也全倒进你碗里了，想着让你多补补。只是没想到喝了这么多绿豆汤，姐夫还是差了整整20分，真是太可惜了。你没喝？我胃口小，怎么好意思抢姐夫的福气呢？全进了姐夫肚子，那才叫物尽其用。苏明华，你给我喝了什么？你到底在那汤里放了什么？姐，你别怪姐夫凶你，你也是太望夫成龙了，可能下手就重了点吧。你个毒妇，是你毁了我，是你毁了我的前途！杀了你！脏，别看。前世你用这招害我，这辈子这份重量你自个儿受着吧。村长这回真是下了血本了，这一路红绸子，怕是得费不少布票吧？人家儿媳妇考上的可是南大，省城最好的大学，这叫文曲星下凡。换你，你也得挂红绸子。放炮接状元！这次咱们苏家村出了大风头，苏志华同志不仅是咱们村的骄傲，更是全大队的榜样。村长教子有方，家庭学习氛围浓厚，咱们要公开表扬。来，志华同志上来给大家伙传授学习经验。学习没有捷径，唯有刻苦。我每天在农具仓库，只要有一点空闲，听见没？多学学你志华婶子。志华，你看能不能抽空辅导我家那小子？他脑子笨，就缺你这种文曲星指点。志华，我家那闺女也想考高中，这书本你借咱使使成不？我打小就知道，志华这孩子心气儿高，随我。要不是我当年让他多看书，他能有今天？南大那是省城最好的，我这个当爹的将来……老苏，行了，别吹了。全村谁不知道你以前偏心明华，把志华当牛使？就是，人家志华回村半天了，进村长家门都没往你那儿瞧一眼，人家根本不认你这个爹了，你还在这舔着脸沾光，羞不羞啊？安国，你真把店开这儿了？不开这儿开哪儿？我得看着你，省得那些不长眼的大学生把你拐跑了。行了，你回宿舍睡会儿，我现在就回后面下厨，中午给你做你最爱吃的糖醋排骨带过去。前世我给宋明深送了一辈子饭，最后换来背叛。这一世，我终于等到了那个即便再忙也要下厨给我做饭的人。志华，你是不晓得，这2天你妈托人带信，说苏明华在村里跟宋知青闹翻天了，天天砸碗骂街，全村都听得见。他不是最看重宋明谦那个读书人的体面吗？怎么舍得吵了？是为了回城。苏明华天天在那儿喊，说他这辈子是来享福的，不是来当村妇挖泥巴的。听说了吗？现在不考大学也能回城了，只要家里有接收的都能回。政策确实来了，只是这城里可不是那么好待的。没考上大学的回城知青不给安排工作，这叫返城，也叫吃闲饭。哟，这不是咱们家那位清高的知青大学生吗？怎么大学没考上，带着个乡下媳妇儿回来啃老了？嫂子，政策让回城，我总得回家。回哪儿？这房就这2间，我给你嫂子住1间，爸妈住1间。当初你下乡，你那份地铺早就被你小外甥占了。宋明谦，你说过城里是大房子的，这还没咱家牛棚大。嫌小你回苏家村去啊！宋明谦，这房子现在是我给你大哥的，爸妈以后养老也指望我们，想要体面就去阳台那儿支张床，能收留你们吃口稀的，已经是看在爸妈面子上了。这年头谁家也没余粮。宋明谦，这就是你给我的大房子。苏明华，水省着点用，这月水费超标了，全从你们那份扣。还有宋明谦，这电费也是钱，考不上大学白费这些电干什么？听见没，宋明谦，你这回要是再考不上，咱们就真得在阳台上冻死。我知道，我一定能考上。去把这几包水泥搬到3楼，动作快点，5毛钱。忍着，苏明华，你再忍忍，等明谦考上，这些活就再也不用干了。早点了。哎呦，这不是咱们家先飞出来的金凤凰吗？怎么看到你姐夫入学，惊喜的说不出话了？我就说明谦肯定能考上吧，不像有些人只会在这说风凉话。苏之华，你一个女的，就算读了南大又怎么样？将来毕业了，还不是得求爷爷告奶奶找工作？肯定找不到什么像样的好工作。那你呢？你现在还是住在宋家那个阳台上吗？
宋明谦开学了，那你打算干什么？继续在码头打零工搬砖？搬砖？苏之华，你睁大眼睛看看，明谦现在是大学生了，等他毕业了，单位肯定会给他分房，还会给他安排最好的铁饭碗。到时候明谦肯定会给我也安排一个舒服的办公室坐着。我这叫苦尽历来，我这辈子就是当太太的命，你就等着看我吃皇粮，你继续在那儿累死累活吧。苦尽甘来。苏明华、宋明琛这种人，在他眼里只有利用价值。等他真的到了高处，第一个要踹开的，怕就是你这块又硬又脏的垫脚石。那你就好好做梦吧。芝芝，真没想到这一届迎新竟然会让你来带我，这算不算我们之间的缘分？同学，请叫我苏学姐或者苏之华，在这儿没人是你所谓的芝芝。这就是你宿舍，行李放进去，后面会有生活干事来登记。芝芝，我们现在终于在一个学校了，虽然以前有些误会，但以后你有什么需要或者受了什么委屈，可以随时来找我。你要记得，在这个陌生的城里，我永远是你的依靠。宋明谦，你没吃错药吧？依靠？你除了会算计着怎么抢别人的前途，还会什么？我知道，你是因为怕你姐姐苏明华才不敢对我好，你在她面前装作冷淡，其实是想保护我，对不对？芝芝，这一年来，你才是我拼命读书的唯一动力。我没日没夜的看书，就是为了证明给你看，我终于跟你上了一个大学。我宋明敲才是真正配得上你的人。宋明谦，你这自我感动的本事真是上辈子带下来的。我怕他，我是嫌你脏。前世他这种清高自傲的姿态就骗了我一辈子，这辈子看在眼里，只觉得像吞了一只苍蝇一样恶心。我媳妇儿有我照顾，就不劳烦你这个新同学操心了。阴魂不散的玩意儿，老子真想一拳送他回老家。以后离这种姓宋的远点，听见没？知道了，全听你的，苏老板。安国，这都第几个晚上了？你再这么熬下去，店还没开起来，人先垮了。睡不着，一闭眼就想起学校里那些小白脸，他们能陪你聊那些我听不懂的书。所以你就非要起早贪黑，在这儿租个破阁楼守着？我不守着不放心。芝华，你现在是大学生了，我怕……怕什么？怕我移情别恋？你如果不放心，就天天来校门口接我，这总行了吧？这可是你说的，不许反悔。又吃醋啦？刚才那位学长只是问我借一下笔记，我都没理他。那也不行。好啦，以后除了老师，我谁也不理。这周末你休息，我陪你去城南那家电影院看最新的片子，行吗？行。这个沙发啊，就摆在客厅。芝华，听说你家那位苏老板最近又在南城开了2家连锁店？是，他最近挺忙。芝华，姐多句嘴，男人一有钱就变坏，何况你家那位长得还那么英挺，你可得看紧点，别让他被外面的妖精勾了魂。谢谢姐提醒，我知道了。芝华，今天下班晚了5分钟，是在跟谁说话吗？同事们让我看好他，怕他花心，可谁知道我这儿才是真正苦不堪言。芝华，你家苏老板又准时来查岗了，这门禁守的比咱们保卫处都严。可不是，这男人一有钱就怕老婆跑了。芝华，你也太有福气了。6点半了，以后聚会我必须在场。安国，只是正常下班。芝华，你现在是大科长了，会不会嫌弃我这个满身铜器味的个体户？外人只看到苏老板挥金如土，看到他宠妻如命，可谁知道，即便他成了身家千万的富豪，在我面前依然卑微的像个怕被丢弃的孩子。这种爱滚烫又真挚，甜得我满心欢喜。特意给你做的，多吃点。爹妈，你们瞧瞧，苏之华住着这种皇宫，却让你们在乡下啃盐菜。今天咱们就住这儿，看他敢不敢亲生大妈出门。
干什么？你这是干什么？尽孝啊！我和明琛现在还挤在那个漏雨的小套间里，你们倒好，住这么大的别墅。身为女儿，给父母养老不是应该的吗？这别墅3层楼呢，空着也是浪费用。妈，以后你们就住1楼，让苏之华伺候你们。之华呀，这房子确实宽敞。你自己的公婆不伺候，把人往我这儿推。苏之华，你现在可是教育厅的红人，你要是不准爸妈住在这儿，我明天就去你们教育局举报你。之华，这个社会孝道大过天，要是背上个不孝的罪名，你这科长怕是当到头了。他是看准了我的软肋，真让他们闹到单位，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把我淹死。爸，你也想住这儿？爸，你最爱面子，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。爸，您是爱面子的人，与其挤在这里看我脸色，被邻居说你是来打秋风的，不如我给你2个选择。第一，留在我这儿，但这楼上楼下都是安国的生意伙伴，您在这儿1没熟人，2没地，只能孤零零守着这4堵墙。第二，我拿10万块钱送您和妈回老家，这钱不仅够你们盖一栋全村最阔气的红砖洋房，还能剩下大半养老。10万回村盖房？那咱回村岂不是比村长家还威风？回老家，谁爱在这儿住空房子？回村炫耀去！爸妈，你们糊涂啊！这可是别墅。明谦现在是大学老师了，只要他再生一生，小汽车大别墅，早晚都是我的。听说了吗？南大那个宋老师家里闹翻天了，怎么不听？听说他那个青梅竹马回来了，那女的长得可怜劲儿的，还带个孩子。宋明琛的真命天女秦婉婉，这一世她还是出现了。明谦，除了你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找谁了。婉婉，你受苦了，别怕，有我在。秦婉婉，那个照片里的狐狸精。婉婉，那份工作虽然辛苦点儿，但好在稳定。生活费的事儿你别操心，有我在，总不能让乐乐受罪。乐乐，以后就叫我干爹，在这个家没人敢欺负你。好你个宋明谦，我在这累死累活打零工，你倒好，把这对狐狸精母女接回家里来了，还认干女儿，你当我是死人吗？你个贱人，你还敢勾引我老公！苏明华，你别像个泼妇一样，婉婉已经够可怜了。明华姐，你误会了，我只是来谢谢明谦，还敢狡辩！这就是你干的好事儿。要是婉婉出点什么事儿，我让你去坐牢。进去，给婉婉跪下道歉。爹妈，你们得给我撑腰啊！宋明天他在外面养狐狸精，还为了那个女人打我，你们快跟我进城去学校闹他！哼，撑腰？我怎么给你撑腰？宋明谦现在是大学老师，是有身份的人。就是，你自己没本事收不住男人的心，还跑回来连累我们。芝华刚给我们盖了这大房子，我们可不想得罪读书人。行了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当初你自己抢着要嫁，现在受了委屈就往回跑，滚回城里去，别坏了老子的清静。爸，开门！你怎么来了？有话就在这儿说。安国不在，我不方便让你进来。芝芝，你看，咱们到底是亲戚。你现在是省教育厅的科长了，一句话的事儿就能帮哥一把。宋老师高看我了，说吧，到底什么事？学校把我停职查看了，有人拿着证据举报我生活作风问题，说我私通家属。芝芝，你帮我跟学校领导说说话，只要你肯开口，这事儿肯定能压下去。你要是真没犯事儿，学校自然会查清楚，我帮不了你。芝芝，
你听我说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跟婉婉真的清清白白，一点关系都没有，那都是校内那些长舌乱传的，你千万别信。宋明谦，你怕是糊涂了，我又不是你老婆，你跟我解释这个干嘛？要我相信你，你也配？我可太相信你们有私情了。上辈子秦婉婉出现的更早，她一来就卖惨，我同情她，处处帮衬，发现真相时我几乎气疯了。但我知道出闹没用，我要离婚。我为了躲避闲话，一直没告诉爸妈离婚的事。可即便我逃得那么远，还是被眼红的苏明华害得车毁人亡。芝芝，你别对我这么狠心，你以前明明是喜欢我的，我都记得。下乡的时候，你顶着日头给我送饭，每天都来。如果不是苏明华那个毒妇破坏了咱们的姻缘，现在住在这大别墅里跟你在一起的人应该是我。宋明谦，别自作多情了。送饭那是为了完成我爸交代的任务，为了苏家的名声。我苏之华从始至终从来没有喜欢过你，1秒钟都没有。苏之华，你真以为你现在过得很幸福吗？你以为你选的那个男人，那个泥腿子出身的暴发户，真的是个好人吗？你以为他真的爱你？别天真了。你知不知道他在南大收买了多少人？你每天上什么课，在图书馆待多久，甚至跟哪个男同学多说一句话，他都要一清二楚。只要你和谁近点，他就上门警告。这不是爱，是监禁。你就是他养在金笼子里的金丝雀。我知道啊。你知道？你知道他还……我不仅知道他让人看着我，我还知道他为了接我下学推掉了多少万的生意。宋明谦，我就是喜欢他这副满心满都是我的样子，哪怕是偏执，哪怕是占有，也比你这种口头上说着深情，转头就能为了前途3心2意的伪君子强上100倍。今天去菜场，我看到排骨不错，顺手买了点儿。想吃红烧的还是糖醋的？糖醋吧，你做的糖醋排骨最对胃口。安国，你老盯着我干什么？我脸上有花啊。你想离开我吗？你刚才在外面听到的那些话，我都不在意。志华，你别骗我了，我还不知道你吗？你这人最能忍了，在苏家村你能忍，在我爸妈面前你能忍，可我知道你心里有一把尺子，一旦有人越了界，你报复起来比谁都狠。你是怎么报复修明华的，我全看在眼里。你连亲生父母都能断个干干净净，我怕哪一天我稍微一松手，让你觉得我也越了界，你就会从我旁边溜走，让我再也找不着。安国，你觉得我什么都不知道吗？我不是那种忍气吞声的人。如果我真的反感你的占有欲，我早就有10000种办法离开你了。只要你一直爱我，我就一直在。我会好好爱你的，老婆。这辈子、下辈子，你都别想再甩开我。宋明谦，学校给你停职查看的处分，是给你改过自新的机会。你倒好，不仅不思悔改，还敢往教育厅的领导身上泼脏水。主任，我没有，我只是想让苏科长帮我说句公道话，我没有泼脏水。哼，公道话？你私底下造谣苏之华科长私生活混乱，还匿名举报她丈夫苏安国投机倒把，这些事儿不是你干的。人家苏老板的生意全是合规经营，手续齐全，你这是诬告。真是活该！当初仗着自己是城里来的高中生，眼睛都长到头顶上了，现在干出这种龌龊事儿，可不是吗？人家苏科长凭本事考上大学，进了教育厅，他自己没本事考不上，就只会背后搞小动作，这种人根本不配当老师。学校已经研究决定了，从今天起，你调移教学岗，去学校档案室整理资料，职称评定永生不予考虑。你要是再敢惹是生非，直接开除。苏明谦，别在这磨洋工，这是建校以来的学籍档案，月底之前必须全部整理归档，少一页都唯你是问。这就是那个生活作风有问题的宋老师啊，看着怪落魄的。
活该！听说他为了别的女人把自己老婆都逼疯了，这种人就该有这个下场。怎么不服气？不想干就滚蛋！有的是人想接这个活。我和苏之华之间早就隔了一道永远跨不过去的鸿沟，而这一切都是我自己亲手造成的。明华姐，我知道你恨宋明谦，也恨苏之华。我这儿有一笔稳赚不赔的玉石生意，只要你把这批货送到接头人手里。真的，婉婉，你可别骗我！我怎么会骗你呢？咱们都是被宋明谦辜负的人，当然要互相帮衬。天王盖地虎，手里拿的什么？拿出来！你们干什么？我是来接头的，这是我的货。又是个被秦婉婉骗来的冤大头，他欠了我们老板一大笔钱，拿你过来顶账。什么？秦婉婉骗我？这个贱人！我要去找他！跑！欠了钱还想跑？要么还钱，要么就跟我们去码头扛活抵债。秦婉婉，宋明策，我跟你们没完！就是他，当初哭着喊着要嫁知青，现在把日子过成这样，真是活该。听说他在外面被人骗了，腿都断了，还把宋老师的工作闹没了。这两口子真是一对冤家。吃吧，别饿死在这儿，到时候还得我给你收尸。宋明谦，你现在知道嫌弃我了？当初要不是你勾搭秦婉婉那个狐狸精，我能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？你还好意思说？要不是你当初死皮赖脸非要嫁给我，抢了苏之华的婚事，我能过成现在这样？要不是你把秦婉婉推下楼梯，我能被学校处分，一辈子抬不起头。我当初真是瞎了眼，才会看上你这个没本事的窝囊废！我要离婚，我要跟你离婚！离婚？你想得美！你现在是个残废，我跟你离婚，学校会说我始乱终弃，直接把我开除。你离了婚口，剩饭都吃不上，只能去街上要饭。苏明华，是你亲手把我们俩的日子毁了，这辈子咱们就死在这个阳台上，互相折磨，谁也别想逃。我是他名正言顺的妻子，我们领了结婚证的，这栋房子还有他的遗产都该有我的一份，房产证上明明写着我们两个人的名字。秦小姐，老先生生前早就做了公证，这套房产和所有信托基金全部归原配长子承，您手里的房产证早就被老先生申请作废了。您这几年从老先生这里领的生活费，已经是他最后的仁慈了。秦婉婉，你以为我爸是真的喜欢你，不过是看你有几分像他早逝的白月光而已，还想分家产，你也配？你滚！再赖在这里，我们就让保安把你拖出去，告你非法入契。之华呀，你真是咱们苏家村的文曲星！你和安国出钱给村里盖小学，让娃们能在家门口读书，这份恩情咱们全村人记一辈子。之华，以前是我们不对，听信了闲话，背后嚼你的舌根，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。是啊，之华，你是咱们苏家村的骄傲。大家别这么说，我也是从苏家村走出去的，能为村里做点事儿是应该的。孩子们是村里的希望，只有好好读书，才能走出大山，看看外面的世界。爸妈，这是我和安国的一点心系，你们拿着养老。以前的事儿都过去了，以后好好过日子，别再掺和别人的事儿了。之华，咱们这就叫苦尽甘来吧。是啊，一切都结束了，那些不好的都过去了。老婆，上辈子你受了那么多苦，这辈子我拼了命也要护着你，让你和孩子一辈子都顺顺当当、开开心心的。